下的影片是为了你们这些 creator， 不管是在 YouTube 或者其他的 social media， 像 Facebook 的平台，这些创造者而做的。很多人留言问我说，我用什么器材拍片？这支影片是为了你拍的。台客大部分的观众可能会觉得这一集很无聊，因为我都会讲器材啊、简介软体啊等等啊。所以如果你觉得太无聊的话，请收看下礼拜的台客剧场。这台是我的 A Cam， 它是我主要的摄影机。A Cam 通常是我们最好的摄影机啊，这是我最好的摄影机，因为一它的画质好，二它可以插外接麦克风，赞。那这台呢是我的 B Cam， 它叫做 Sony A5100， 我蛮喜欢它有 flip up screen 的。其实我看到自己会比较有信心，有时候我用它来拍片的时候啊，我根本看不到自己，每次都要检查，会变成你在 vlog 的那个 flow 很容易不见，所以我比较喜欢用 A5100 vlog。这个摄影机其实我带到很多地方，尤其是我出去旅游啊，去日本拍那些影片的时候，或者去美国，我只带这个。但是坏处是它没有外接麦克风，所以声音会差一点点，尤其是如果很远距离的话 ，A Cam 的收音一定会比较好，因为它有一个外接麦克风，而且是 directional 的。除非你拍片的时候啊，一直会大概这个距离跟你的观众讲话的话，我是建议你可以考虑 A Cam。还有，为什么这边是毛毛的？就像这个是毛毛的，上面这个叫做死猫 ，It's called a dead cat， 死猫。那这个叫做 micro muff。只是说 micro muff 在网络上买的话会很贵，所以自己做就好了。那它们的功能就是为了挡风。如果你在海边拍的话，那没有这个会有这个。如果 Sony 可以出一台又有 flip up screen 又有外接麦克风的话，那实在是太完美了。我就是在等这个，可能 A6700就有这个了吧。我解决的方法是这边有粘一块镜子，这只能协助你就是观察脸上的光，还有背景大概的位置对不对。现在就要这两个功能加起来的话，那可能可以考虑 70D、80D， 好像圣杰是在用这台，或者KC Neistat 在用 GH5。那如果 GH5 太贵的话，有一个 G85， 不是说脏话，那真的是它的型号。Sony 还有另外一个非常大的优点，就是它的 autofocus， 它的自动对焦非常的厉害，所以呢，没有看到自己也可以很有信心它是对焦的。哦，对了，还有买这两台的一个非常大的好处呢，因为它们都是 Sony E-mount， 所以它们的镜头呢可以交换，刚好可以衔接到镜头。这是一个一般的 zoom 镜头，一个鱼眼大光圈的广角，两个 bokeh lens， 还有我最常用，这是我最常用的 zoom 广角。它的光圈不大，只开到 f4， 但是它可以从10，然后 zoom 到18，是最浪的。那我上面有做一些记号，我看到就知道我在最广的设定，那这个就是 C close up， 就是最特写的设定。因为用这台摄影机，我看不到我自己在干嘛，所以需要这些记号。这三角形也是用立可白画的，代表我的视角。如果在视角内，我就拍得到；如果在外面呢，就拍不到。可能很多人会说，台客丽娜安呀，这个一个镜头都3、4万块，你把它画成这样你不是卖不掉吗？对我而言，其实故事其实内容比较重要，这只不过是一个工具。这个鱼眼呢是定焦镜头，而且它也是 manual， 就手动的对焦啊，它的视角长得像这样，也可以 mount 在你的胸前，就变成一个很酷的主观镜头。正式开始，好。如果你喜欢滑板或者喜欢用那种 action sport 的动作的影片，那这个镜头蛮适合你，非常适合小空间。像我这个房间有3、4平大吧，或者2、3平 ，I don't know， 然后看起来。哦，真的头会晕耶。可是这个是蛮好玩的镜头的。那如果我想 isolate the subject， 就是让前景比较你们注意前景的话，我就用这一颗，有没有 ？Right， 脸是 focused 的，但是后面就模糊掉了。这一颗其实说实在，我很喜欢它的画面，但是不常用的原因是因为它没有 autofocus， 就是比较在乱拍，所以蛮需要 autofocus。最后就是这两颗特殊的镜头，它们都叫做我的 bokeh lens， 就是它可以让后面非常的模糊。这一颗是28，这一颗是50。No, this is like an old lens, right？ 所以它的画面是很 vintage 的 style， 就是很复古。但我比较少用这个镜头，因为它
蛮重，也没办法放在我的 gimbal。等一下就会介绍 gimbal。这颗是 Sony 的282，它没有办法让背景那么模糊，但是至少它很轻，可以放在 gimbal 上。如何架设你的摄影机？我有 chicken foot 鸡脚，这个 chicken foot 或者鸡脚，你看，基本上就是代替三脚架，因为调整高度的时候只需要调整一只脚，这样你的 production 会快很多。但请注意哦，如果你上面放一个很贵的摄影机，千万不要不小心的把它打翻。这个叫做 Joby Gorillapod， 但不知道它跟星星有什么关系。随你便转来转去，非常的方便，架设在任何地方。Pretty cool, right？ 这就是我的自动的旋转摄影师。还有刚刚说的 gimbal， 它叫做Zhiyun Crane M。虽然我不太会用它，但是你看 YouTube 就知道它非常有潜力的。我们去外面用用看。这个 setup 已经超重了，所以麦克风才架在旁边。而且如果架在上面的话，也会失去一点它的平衡感。用这个 gimbal 走路会很稳，但是你有没有发现有一点上下的感觉？所以它是有一个特别的走法，还是需要多练习啦。那正确的走法是要弯膝盖，让上下动作可以减少。这是普通的走法，然后现在要弯膝盖了。可能会好一些些。很多人用 gimbal 的时候会用比较 long 一点的镜头，所以呢，我才会买一个比较特写的镜头，跟别人不太一样。这样子又可以动，又可以让背景是模糊的。有个外接麦克风很好，从这个距离应该还是听得清楚我讲的话，但是越来越远的时候，就可能就听不到，或者要讲得很大声。所以也会用一个外接的 mini mic， 不管我到多远的地方，你们都听得很清楚我在讲什么话。我的外接麦克风呢是 Zoom H1。再来就是空拍机，空拍机很适合带观众进一个新的环境。而且再来，我最近不太飞的原因是因为有被检举。那要飞之前千万要查清楚能不能飞，而且最近一定要有执照你才能飞，不然会被检举，非常的划不来。最后呢，而且可能是我最喜欢的器材 GoPro， 为什么那么喜欢呢？因为它可以引起很多的创意，它可以架在任何地方，可以架在胸前，可以架在头上，可以让你想出一些奇奇怪怪的自拍角度，可以放在很多地方，而且它是防水的。这些器材再加上3台摔坏的空拍机，再加上买错的器材再卖掉的那个贬值差额，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学费，而且不用经历这个过程，也不用那么多器材。如果我从头开始的话，我只选这个全新含镜头，1万多块就有了。不想花钱，用手机就可以成为 YouTuber， 开始拍片。我选了这个背景当 ending， 代表我们拍片人的行业。如果你也拍片的话，你应该晓得科技真的变很快。30年前100万的摄影机不如今天的4K 手机。提供给同行人一个看法或者一个提醒，就因为科技真的变得太快了，所以我们如果光靠专业，其实是很难维持下去的。但如果提升我们的创意、说故事能力，还有眼光，我们拍片行业在世界上更有竞争力。我不是故意想冒犯很多人，但只是想说真话。外行人，你可能没有我们专业，但如果你比我们有创意的话，那这个平台就是你们的了。收工。